炒股若能觅得真谛，便如同打开了人生的另一扇窗户，一切纷扰尽逝，交易瞬间变得轻松愉快，仿佛在玩一场心灵的游戏。10年前，我初识股海，那时凭借1、2招巧妙手法，竟赚得人生第一桶金。近日偶然翻阅当年珍藏的交易笔记，发现当中记录的9种底部平台突破形态，至今仍是我在捕捉主升浪时不可或缺的利器。正因如此，我决定将这段沉淀多年的心得与各位同道中人分享，希望能为你们指点迷津，共同成就辉煌。正如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慨叹，手中握剑与手中无剑乃是天壤之别。在炒股的世界里，我们每一位投资者都应当为自己铸就一把锋利无比的战剑。那把剑既是我们对市场洞察的智慧结晶，也是历经无数次跌宕起伏后铸就的心灵信仰。正是这把剑，助我们在股市中披荆斩棘，从容应对各种波动，最终达到超越自我、登峰造极的境界。有朋友可能会疑惑，既然技术图形并非交易之全部，为什么还要钻研其中精髓？原因很简单，哪怕你不完全依赖技术分析，但对它有所理解，能够读懂图形背后的信息，绝对能为你在这场博弈中增加几分筹码。换句话说，能为自己打造一把独特而锋利的剑，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为自己铸剑，成为股市中的游侠豪杰。人生恰似一场漫长的修行，盛时如一日看尽长安花，低谷时则老岛心停酌酒杯。然而，无论遭遇多少波折，我们都必须坚定前行。正如古人所云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哪怕前路充满险阻，也需怀揣一颗勇敢无畏的心。即便遭遇再多的跌宕起伏，也绝不轻言放弃。待到风雨过后，收获之时，我们定能在重阳佳节时共赏那满园菊花的芬芳。因此，不论你正处于怎样的低谷，请务必静下心来，聆听我娓娓道来的心声。每一个人都有走出困境的潜能，挫折不过是成功前的暂时试炼。股市的起伏，盈亏的交替，均在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。只有坚信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，方能在跌倒后迅速站起。正所谓，属于我的终将归来，挫败只是短暂的磨砺。15年前，我毅然辞去原有的工作，毅然投身股海。从最初的亏损连连到后来的盈余满仓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，而真正改变我的，正是10年前那个寂静的夜晚。一位老前辈的言语犹如醍醐灌顶，使我豁然开朗，从此调整心态，明白了股民必经的8大历程。正是凭借着8个阶段的沉淀与反思，我逐步找回曾经失去的机会和信心。记得初入股市时，我曾一度认为炒股不过是学几招战法，掌握几根 K 线而已，遂迫不及待地欲在市场上大展拳脚。可谁知初出茅庐的狂妄使我陷入了重重陷阱，不仅资金大幅缩水，还险些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心。直到那天，父亲终于忍不住严厉训诫我，那一番刻骨铭心的教诲让我深深反思，决心不再让贪婪蒙蔽双眼。那一夜，我捧着一纸纸交易单，心中充满悔恨，泪眼婆娑。父亲却轻叹道：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但状元之名额永远只属于那些孜孜不倦、苦心孤诣的人。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长剑，劈开了我心中的迷雾，让我深知唯有在不断的磨砺中，才能铸就真正的技术和智慧。股市8大阶段。在长期的市场搏杀中，我逐渐体悟出，每一位股民都必须经历从新手到老手的蜕变。总结多年实战经验，我把这段旅程划分为8个阶段，每一个阶段都饱含着成长的酸甜苦辣，也都凝聚着股市交易的精髓。第一阶段，初入江湖，小试牛刀。刚踏入股市时，
我们对市场充满了好奇，但知识储备极其有限。那时操作谨慎，资金投入较少，常常盲目跟风。见身边朋友买入某只股票，自己也会随之参与，仓位分散在几只股票上。此阶段虽然损失不大，但收益也寥寥无几，更多的是出场股市的酸甜，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。第二阶段，热衷于技术入门。当初尝到一点利润的喜悦后，炒股的瘾便如藤蔓般迅速蔓延。此时，许多股民会迫不及待地学习各种股市基础知识，研读金叉、死叉、顶背离、底背离等各类指标和理论。然而，初学者往往只是停留在表面，未能深刻理解其中奥义，导致实际操作时指标忽明忽暗，效果参差不齐。短线操作成为了主要选择，忽视基本面分析，盈亏之间难免相抵，虽不致大亏，但也无法大幅获利。第三阶段，尝试多重战法。随着技术手法的日渐熟练，许多股民开始感受到单一指标的局限性。听闻游资大佬们的辉煌事迹后，茅塞顿开，纷纷开始尝试打板操作。然而，多数人只懂得表面技术，忽略了市场情绪与环境的巨大变数。尽管方法略有改进，但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面前，往往还是难以摆脱低抛高吸、被套死角的尴尬局面。第四阶段，迷失与探索并存的分水岭。历经数种方法的轮回后，有人选择黯然退出市场，也有人依然孜孜以求，希望靠一两种指标翻盘。然而，不变的是市场总在变，盲目模仿始终难以奏效。从这一阶段开始，有人始终在原地徘徊，而极少数人能突破瓶颈，迈向下一个更高的境界。第五阶段，反思与自我重塑的转折点。当你开始对自己的股市生涯进行深入反思，并试图总结高手成功的路径时，你就已经进入了真正的入门阶段。这时，股民们会立志构建一套属于自己的操作模式，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。与此同时，对基本面、经济大环境以及市场情绪的判断也愈发准确。正是这种内外兼修的姿态，预示着你已开始走向成熟。第六阶段，计划性操作展露锋芒。经过不断的试错与反思，你逐步搭建起一套成熟的操作体系。在这个阶段，止损的重要性成为你交易中的黄金法则。每一次操作前，你都会细致规划好预期走势，若市场表现与计划偏离，则果断执行止损策略。此时，虽然你已具备在市场中生存的基本能力，但仍需时刻警惕回撤风险，稳中求进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第七阶段，交易模式趋于成熟。当你真正认清短期波动无法精准预判的本质时，你的交易模式也日渐趋于成熟。你学会了合理分配仓位，短线与中长线相辅相成，不再因几个点的浮动而惊慌失措。此时，你的眼光已放得更长远，关注的是趋势性的机会。无论市场如何起伏，你只关心自己的交易模式是否依旧奏效。操作周期不再局限于每日盯盘，而是更多依赖对大局的把握，偶尔浏览盘面便能心中有数。第八阶段，超越股市，洞悉经济全局。在最后的阶段，你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股市，而是开始关注宏观经济的整体走向。你会利用经济运行规律来甄别各行业的赛道优劣，对经济生活的改变有着敏锐的感知。此时，风险意识也显著增强，不再频繁操作，而是更倾向于稳健布局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跨入这一阶段，
财富目标也已然水到渠成。炒股悟道的核心精髓，其实并非晦涩难懂的高深理论，而是一种历经风雨，在实战中沉淀下来的交易智慧。记得在我还未领悟其中真谛之前，每一次操作都像是攀登一座险峻的高峰，跌宕起伏，步步惊心。那时我仿佛置身于暴风雨中的航船，既要应对市场的狂风巨浪，又不得不面对内心不断波动的不安和恐惧。然而正当我在无数亏损和挫折中徘徊，内心几近崩溃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顿悟改变了一切。原来炒股可以像握剑般简单，只要找准了方法，便能以平静的心态面对市场的一切波动。这种从7亏到2平再到1赚的转变，正是股市中由迷茫走向明朗的蜕变过程。在很多人看来，炒股似乎只有靠大量的学习和不断的惨痛亏损才能换来所谓的成功，但实际上真正的精髓早已隐藏在那些历经风雨的老股民心中。经过多年实战磨砺，我逐渐明白，股市的真谛其实并不复杂，只是需要我们在纷繁的市场中保持一颗心无旁骛、沉稳从容的心态。只有在不断的试错、总结和沉淀中，我们才能真正领悟到这门艺术的奥妙。今天，我愿将这些多年凝聚下来的宝贵经验与大家分享，希望能够给各位同道中人提供一些指引，帮助你们少走弯路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投资节奏。炒股的过程其实正如一段漫长而艰辛的修行之路，从初入股市的懵懂无知，到经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亏损，再到最后稳扎稳打，逐渐获利，每一步都充满了艰难的抉择与心理博弈。关键在于，我们要学会抛弃那些华而不实的盈利模式和过时的交易笔录，把注意力放在最本质的东西上。下面我将总结出自己在股市中悟道过程中的6大要点，希望能为大家今后的交易提供一些实用的思路和方法。1. 赚取应得的利润。在股市中，我们往往容易被那波澜壮阔的行情所迷惑，误以为每一只股票都值得全情投入。就像站在汪洋大海边，我们不必贪心地想要捞起整片海水，而只需取用那一瓢清水。初入市场的股民往往抱着全仓进攻的心态，既想享受上涨带来的暴利，又试图规避下跌风险。然而事实往往事与愿违，贪婪只会让我们陷入重仓风险，功亏一篑。经过多年实战，我逐渐意识到，专注于一种确定的、经过验证的底部平台突破形态，才是稳健盈利的关键所在。只要我们能牢牢锁定这种形态，就能有效规避大部分陷阱，精准捕捉到上涨时那股强劲的势能。赚取应得的利润，不在于追逐所有市场机会，而在于用有限的资金稳健地获取合理的回报，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股市交易的魅力所在。2. 化繁为简。市场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技术指标、均线、形态分析，甚至连道氏理论和江恩波浪也层出不穷。刚接触股市时，我曾迷失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工具中，试图用它们来解析每一个行情的细节。然而随着实战不断深入，我逐渐发现，这些复杂的工具不过是对最原始信息的一层包装而已。归根结底，市场最真实的反应始终是 K 线图上的价格与成交量波动。正如穿在身上的衣裳，虽然样式多变，但只要将它们剥离，剩下的便是最纯粹的本质。抛弃那些繁琐的附加指标后，我的交易思路瞬间变得清晰起来，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。化繁为简不仅是交易策略上的一种取舍，更是一种心态的调整。把注意力集中在最核心、最真实的信息上，才能在市场中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。3. 始终为自己留有退路。在股市初期，许多新手容易被贪婪蒙蔽双眼，急于将全部资金投入到看似有利可图的股票中。然而满仓操作往往意味着一旦市场出现短期波动，损失就会迅速累积，心态也会受到极大的冲击。
因此，我深刻体会到，无论对市场多么有信心，都绝不能将所有资金孤注一掷。为自己留有足够的退路，制定一套中短期仓位策略，是稳健交易的基本原则。通过合理分散风险，预留足够的安全边际，我们不仅能够在市场不确定性中保持冷静，还能在关键时刻果断调整操作策略，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有一条生路。正所谓宁可少赚一分，不可赔上整个本金，只有始终为自己留有退路，才能在股市中走得更远更稳。4. 不要仓促入场。炒股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买入时机的把握。很多股民在看到某只股票走势看好时，迫不及待地入场，结果由于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买点，导致成本被高位拉抬，最终陷入长期的被套局面。正如古语所言，好的买点才是成功的一半。如果暂时找不到理想的入场时机，就不必急于操作，而应该静观其变，等待价格回踩形成理想支撑位时再果断出手。只有在耐心等待，深入分析市场信号后，才能把握住那稍纵即逝的良机。仓促入场不仅会增加风险，还会让人陷入情绪的波动之中，影响后续的交易决策。因此，学会等待和选择合适的时机，是每一个股民必须修炼的基本功。5. 得失分明。当你决定专注于某一种确定的底部平台突破形态时，就必须学会得失分明。这种思路的关键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已被验证的交易模式上，而不为市场上千变万化的其他形态所牵绊。很多时候，基本面的信息固然重要，但在技术操作层面，明确主攻方向和入场点显得尤为关键。得失分明不仅要求我们在面对收益时不盲目贪婪，也要求在面对亏损时迅速止损，避免情绪化操作。只有当你对自己的交易计划了如指掌，清楚每一笔交易的盈亏目标时，才能在市场风云变幻之中保持从容不迫。交易中明确自己应得的利润和可能承担的损失，是确保长期稳健获利的重要保障。6. 简化操作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许多人沉迷于日夜盯盘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。其实，频繁操作不仅消耗大量精力，还容易让人陷入情绪化的波动，导致操作失误。经过多年总结，我的交易方式始终追求简化，以日线的开盘与收盘为主要参考，只有在关键的出入点时才进行重点关注。每天我会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2点半之后花上几分钟观察市场动态，并在收盘后进行一次快速复盘。这样的操作方式不仅能确保我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思考，还能让我在交易过程中保持一颗平静而清醒的心。简化操作的本质在于减少不必要的信息干扰，专注于最核心的交易信号，从而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执行力。在掌握了上述6大要点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如何判断一只股票是否真正形成了有效突破。这一环节在整个交易过程中至关重要，只有准确识别出有效的底部平台突破，才能为我们的买入决策提供坚实依据。我总结出判断股票是否有效突破的4大法则，从量、价、时、空4个维度进行详细分析。判断股票有效突破的4大法则。1. 量，放量先行，蓄势待发。古人云：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在股市中，成交量就好比是战场上的粮草，往往预示着趋势的变化。特别是当一只股票经过长期横盘震荡后，首次出现成交量的大幅放大，往往意味着主力资金正悄然介入，为下一步的拉升布局做准备。然而，需注意的是，首次放量并非最佳入场时机，它更多的代表着主力在试探市场的底部。当市场在经历一轮洗盘和调整后，若再次出现放量拉升的迹象，便是我们可以果断出手的信号。只有通过对成交量变化的敏锐观察，
我们才能提前捕捉到市场的真正动向，为后续操作提供可靠的依据。2. 价，收盘价稳固，验证主力决心。在股票的 K 线图中，收盘价常常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价格指标。无论白天如何波动，只有收盘价能够稳定站在关键压力位之上，才能真正验证主力资金的决心和实力。收盘价的稳固不仅反映了当日市场情绪的平稳，更预示着未来上涨空间的可能性。假如某只股票在突破关键阻力位时，收盘价未能有效站稳，那么这往往是一个虚假突破的信号，主力可能只是为了洗盘而暂时拉高股价。因此，只有当收盘价能够坚守在关键位置后，我们才能对该股票未来的走势保持乐观，并制定出更为科学的买入策略。3. 时机与筹码集中是制胜关键。有效的突破不仅需要成交量和价格的配合，更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验证。通常，一只股票在形成突破前，往往会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缩量横盘期，这段时间既有助于主力资金吸筹，也使得散户持仓逐渐稀释。当这段横盘期持续时间较长，往往不少于3个月时，市场的筹码开始逐步集中，突破时便容易形成强势上涨的局面。筹码集中度低于 10% 时，表明市场上多数散户已开始退出，主力资金具备了更强的控制力。只有当时间和筹码两方面都为主力所掌控时，后市的爆发力才能真正得到保障，从而为我们提供一个较为明确的买入时机。4. 空，明确压力位，精准锁定突破空间。每一只股票在其历史走势中都会形成一个或多个关键的压力位，这些压力位可能是前期震荡调整时形成的重要高点，也可能是经典的 W 底、头肩底等技术形态中的关键位置。明确这些压力位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合理预判股票未来的涨幅空间，还能在股价上涨后及时设定出场策略，保护已经获得的利润。只有当我们能够准确识别出这些压力位，并结合成交量、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时，才能更好地把握股票突破后的走势，做到买入和卖出都有据可依。精准锁定突破空间，既是对市场技术面的深刻理解，也是对风险控制的一种严谨态度。以上内容是我历经10年股市沉浮后心血凝结的真心话，诚挚希望能给各位有缘人带来启迪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。请记住，炒股从来不是一件难以驾驭的事情，只要你肯下苦功，肯在跌倒后迅速爬起，便一定能在股市中品尝到成功的甘甜。就像那些深夜畅玩游戏的人，虽然耗费精力，但他们享受的是其中的快感和成就感。炒股亦是如此，享受那一份专注，那一份从容，终将在市场中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。回首往昔，我曾经也深陷迷局，每一笔亏损都如同沉重的枷锁。但正是在那一次次跌倒后，我学会了如何化繁为简，如何为自己留有退路，如何在错误中总结经验，不断调整操作策略。正如一把好剑，不仅需要金刚淬火，更需要无数次的打磨，方能锋芒毕露。炒股亦然，只有在不断的摸索中，才能发现那条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。在这条道路上，我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与挫折，但每一次的跌倒都成为了我下一次飞跃的垫脚石。每一次回顾过去，都会让我更加坚定，只有不断求索，不断反思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股市中始终保持一颗清醒而坚定的心。请记住，炒股没有捷径可言，唯有靠扎实的基本功、严谨的交易纪律和不断更新的市场观念，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。面对市场的风云变幻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用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每一次考验。或许前路坎坷，但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，便能在风雨过后见到属于你的那道绚丽彩虹。最后，我想用一句话送给每一位正在为股市奋斗的朋友：
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而真正掌握命运的，永远是那些不屈不挠、不断追求卓越的人。愿你在未来的每一次交易中都能保持冷静、果敢与智慧，让每一次出手都充满信心，让每一次收获都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动力。感谢你耐心看完这段心路历程，愿你在未来的每一次交易中都能体会到那份心无旁骛、坚定从容的力量。别忘了，成功从来不会轻易降临，但只要你肯坚持，成功终将向你招手。愿你在股市中铸就属于自己的那把利剑，披荆斩棘，直挂云帆，终将迎来投资路上的彩虹时刻。关注我，我识财之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